美国，篮球之国，流川枫做梦都想要去的国家。这里是篮球的发源地 ，NBA 呢是全世界篮球最高的殿堂。为什么他们能够培养出如此多的篮球人才呢？难道只是因为人种吗？马萨卡。AC 我呢，通过这2年和这边不同的人一起打球、一起练习、一起打交道，我认为呢，这里基层篮球文化扎根的太深了。看过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我在这里的篮球旅程呢，从前 NBA 球员 Derek 开始，现在呢，我也会去 Ian 和德文 In the Lab 的联名训练营，向不同的教练学习。他们的教学内容呢，虽然都围绕着篮球，但事实上都是不一样的方向。而且说实话我始终都不认为那些超级厉害的球员从小到大都可以有这样的资源。哎呦妈的，贵死了！在美国呢，大部分篮球运动员的启蒙都来自于学校体育，这些学校篮球队呢，几乎遍布全美。不管你是什么水平的孩子，都有机会在系统的训练下成长。特别是中学、高中的篮球队，这些队伍呢会按照不同的级别和赛区进行比赛，给每一个热爱篮球的孩子提供平台。然而呢，说到真正的幕后英雄，那就是这些没有太多名气的基层教练。他们不仅是孩子们接触篮球的第一任导师，也构建了美国篮球强大体系的根基，数量超级大。说到这里呢，我就不得不提起我的训练师 Coach Don 呢，是我在这里找到的一位本地的训练师。他并不是什么 NBA 级别的大牌教练，老实说呢，因为价格比较便宜，我一开始就认为他会不会是骗子？他的教学呢非常的务实，非常的有针对性。在这边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我和他一起上的第一节课呢，他先让我展示2个东西：上篮和投篮。上篮的话 easy， 我很自觉的跑到了3分线，然后用我曾经那个超级蹩脚、超级奇怪的动作投了几记3分。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个表情。他说：“这个是什么？你见过有人这么投篮吗？我让你投篮，你为什么跑到3分线去啊？你以为你自己是 Steph Curry 吗？”然后呢，我们那一节课就一直在练投篮。从头练到尾，没有看我运球，甚至呢后面连续3节课我都在重复同样的东西，那就是跳投。从接球投篮开始，然后我们运1次投篮，运2次投篮，运3次投篮，运5次投篮，就这样 whatever， 从头到尾呢都是跳投。我当时真的有点怀疑，当时是不是只会这些东西？我总不能就这么 jump shot 了一辈子吧？这也太奇怪了。但是呢，有一天我突然就发现，篮球场突然变大了 ，You know what? Just like everything opens up， 到处都是投篮空间，真的比天天往篮下钻舒服多了。就像是我在打电子游戏的时候，然后我突然发现，我好像解锁了什么隐藏技能，我靠，有点像是就是作弊码，就是 cheat code， 你懂吗？不得不承认，在那一刻，我的心情是，我想给Don给跪了。这一切呢，后来就成为了我制作视频篮球中最重要的技术的灵感来源。我发现Don前面让我疯狂练习跳投的用意，并不是说要刻意纠正我本来投篮在这里的手型，把我纠正到这里来，而是纠正了我的脚步。当我的下肢自然能够传导力了，我的上面自然也就舒服了，我不会觉得我的手不够力。我每次都用我的肩膀去推，这也是为什么 CC 在视频里呢，我先让他练习的是脚步，而不是手型。以前呢，我是这么投篮的，现在我被Don改成这样的了。Nice Carter, nice。虽然呢不能说是完美，但是也确实变好了很多。至少我不是还是在这个地方投篮，超奇怪。我现在改成了稍微在这里一点，还是有点偏，但是好了很多。他在练习中强调2点：身体的基本能力和对比赛的理解。你可能会觉得篮球的基本功不就是那几项什么投篮啊、运球啊、传球吗？但这里的基本功并不是说像你平常在球场上随便练一练那么简单，它会细化每一个动作，比如说出手点、脚步的顺序，甚至呢是一些身体角度的微调。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比自己练习要好得多的一个地方。老实说呢，我自己练习可能我真的不知道我哪里出问题了。有的时候我在拿着手机放在球场旁边，然后录像啊，然后之后回家看。就我看录像的时候，发现哪里都不对劲，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当时就是我超苦恼的，我就是实在没办法。而改变那些细节呢，在青少年训练阶段，就是美国篮球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这位 Andrew 呢，是Don曾经带过的学生之一，也是很典型的一位受益者。你别看他有这么一身健硕的大肌，只会怼人啊，然后扣篮什么的。他的投篮基本功呢就特别的棒，他的弧线呢特别的高，手感看起来特别的柔和，对我来说就是属于完全不能放的那一种人。同时呢 ，Coach Don 还会特别注重比赛的模拟训练，当然一般会叫他 reaction drill， 我们就叫它为反应训练。他认为呢，只有把技术融入到比赛中，才能真正提升球员的能力。因为篮球比赛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
不可预测性，你要对场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出正确的反应。说简单一点呢，就是防守出题你来答。我到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了一句话叫做 All the plays are not designed, we react to what the defenders do。想一想呢，我们平常在篮球场上，我们是不是总会想着我们下一球该怎么打？下一球我要这样，是不是脑海里都是一些酷炫的动作？然后比如说我下一球我要 cross between behind spin， 感觉自己要帅爆全场了。结果呢，不是丢球，就是被盖帽，因为你总是想着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观察对手在做什么。就算是大家所崇拜的欧文，我相信呢，他也做过无数次的反应训练。OK， 现在我就拿一些一起合动练习的片段来举例子。这种训练方法呢，特别强调在实战中去发现和利用空间，而不是单纯的记住某一个固定的套路。它会设计一些非常随机的情景。如果说就是我和他单训，就是我和他单独的话，就是说他喊指令，然后我来做出反应。如果说呢 Andrew 在的话，就是 Andrew 直接对我出题，而我们进攻方呢，则要在短短的那一瞬间答题。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既锻炼了技巧，又锻炼了我的反应能力，就是把那些动作真正的用在比赛中。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练习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单纯的拿圆锥筒放在那，然后你去练运球啊、练突破有用的多。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课程还有一些表演课。没错，你没有听错，就是表演 acting。你得用你的眼神来欺骗防守人，因为是训练课嘛，所以当然让我做的动作会夸张很多。比如说呢，我做 hazy 犹豫的时候，他不会让我看向篮筐。我们平常做 hazy 的时候，不是都会看篮筐吗？就是让对面跳起来就可以了。但是呢，他让我看上屋顶上的灯，让你整个人把你的脑袋抬成这个样子。他说的大概就是练习的时候我做的越夸张，真正比赛中我才会做的越自然，越更能欺骗对手。这用眼神骗人的内容呢，我以后也会单独的出一期节目来讲。除此之外呢，还会有终结方面的练习、节奏方面的练习，还有结合运球后上篮、结合运球后投篮的练习。说实话呢，他的训练方法真的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很多内容呢，我现在还是有一点一头雾水。等我彻底搞清楚了、彻底悟了，我就和大家分享。嘿嘿，那你们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咯。这些基层教练的训练呢，不仅仅是针对动作技术上的优化，更深层次呢是帮助学员在篮球策略和心理层面进行提升。每一次训练呢，我感觉他都有在反复传递这样的理念。篮球比赛远不止体能和技术的比拼，更是智慧和反应速度的角逐。像当这样注意细节的教练，几乎是美国篮球体系中的标准配置，而且数量远超我们想象。根据我的调查，美国呢拥有超过12万名执教于各级别的篮球教练，超过3万注册的训练师，更不用说当然这样已经退休教小孩的老人了。像当然这样的，并不是主攻高阶技巧以及体能教练。不同的教练呢有不同的训练，有不同的侧重点。当然呢更注重基础中的基础，帮助孩子入门篮球。Ian呢则更专注于体能和篮球的结合，提升球员的移动和重心的控制。而德文呢专攻运球和人球结合，让学员在对抗中更具优势。Derek 就比较奇葩了。你如果想减肥的话，那你就去找 Derek。哟吼！还有其他的训练师和教练，他们会主攻防守，还有其他方面的技巧。每个教练呢都会带来不同的训练思路，从基础动作到战术执行，每一个阶段呢都会有新的内容。而学校的教练呢和这些课外补习又有点不一样，每一个阶段呢，每一个年龄段，学校教练教的方式也是不一样。小学呢、中学的篮球，大家呢都还是处于篮球启蒙期，教练呢还是更会以培养兴趣为主，培养球员的身体协调性、技术细节和团队合作意识，帮助了球员呢找到自己适合的角色。到了中学呢、高中的阶段，球员呢通常都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基础，训练呢就会逐渐增加一些战术性的内容。高中的篮球教练呢会安排团队配合的训练，比如说呢半场攻防战术、掩护跑位、区域防守和快攻。高中的教练呢可能会根据球员的特点呢定制一套区域防守战术，并在训练中反复演练，直到每一个人呢都熟悉了自己的站位和职责。慢慢的呢通过模拟比赛，让学生学会在压力下做出快速的决策，并且呢锻炼场上的应变能力。教练呢会设置一些突发场景，比如说逼抢啊、包夹防守啊，让学生呢快速的调整进攻和防守策略。然后呢，美国各个学校都有不一样的级别，分别呢坐落在不一样的赛区，互相之间的对抗才是进步的基础。他们的自信来自于和不同的对手交手，见过各种各样的策略。然后他们学校的篮球馆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特别的大，特别的漂亮，观众席啊，什么设备都配备的特别的齐全。经常呢在人群中、掌声中打球，能够很好的提升抗压能力。每一位超级巨星都从最基础的训练开始成长。古泽说过，篮球王国美国，我以为只要呼吸一口这里的空气就能够跳得更高。确实跳得更高了。你这食物那么难吃，每天都在剧组吃白人饭，被迫减肥，体重轻的你跳得不高才怪。
美国篮球人才辈出的核心在于一个全方位的支持体系，从社区呢到学校 AAU 再到大学再到 NBA， 每一个环节呢都无缝衔接。同时呢，这一套体系结合了高水平的竞技环境和多样化的训练方式，激发了每一位球员的潜力，让球员呢适应不同的节奏，学会解题，学会更聪明的去解题。我觉得这个是这名教练所推崇的。这不仅仅呢是天赋的胜利，更是文化和教育的胜利。还有呢就是家长和社区的支持啊！我真的不想再提这个了，但确实事实就是几乎每一个社区都有免费的户外篮球场，这让篮球呢成为孩子们接触最早、最容易参与的运动之一。我所在的地方呢，室内篮球馆都是免费的。这边只有一个人在打球，这里是室内馆，我们走出去这边就是外场。德文的 In the Lab 也有各个年龄段、水平不一、不同性别的青少年来参加，但这种体系的另一面是极大的竞争压力。无论是在校队还是在 AAU， 每个球员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每一次受伤呢，可能都会成为职业梦想的终结。没有办法，竞技体育就是这么残酷，天赋和努力呢，一个都不能少，还得祈祷老天爷保佑膝盖。好了，这期视频简单给大家介绍了美国基层教练是如何使用魔法的。希望这期节目呢，能够给想要练篮球、想要打好篮球的各位一些参考。如果你也想提升篮球技巧，或者了解更多的篮球故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Al Carter， 这里是好莱坞篮球公园。萨拉巴多。